出大事了！陕西西安发生暴乱，数万老百姓和民警爆发激烈冲突。近期，一位西安的网友向本频道投稿了他所了解的情况，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这里是护心木 TV， 我是小星，请支持我的朋友帮我点赞并按下热推按钮。2025年7月3日晚，陕西西安未央区美美景园小区三桥造河地铁口附近的街道被愤怒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我站在人群中，一个普通的西安市民，亲眼见证了这场由绝望点燃的维权行动。数百名业主带着对无尽停电和无暖寒冬的愤怒，堵塞了交通，与警察爆发激烈冲突。那一夜，我听到了哭喊，看到了血迹，也感受到了这个体制下普通人被压迫到绝境的悲愤。我不是冷漠的看客，我是这愤怒人群中的一员，记录下这一切，只为让更多人看到真相。那天晚上，夜色浓重，夏天的闷热让人喘不过气。美美景园小区，西安未央区一个普通的中产社区，却早已被生活的不堪压得喘不过气。3年多来，小区没有通天然气，夏天高温时频繁的停电让夜晚变成煎熬。空调成了摆设，老人和孩子在黑暗中煎熬。冬天更糟，没有供暖的房子冷得像冰窖，居民只能靠电暖气取暖，可电费高得让人心颤。更可气的是，物业和相关部门一再推诿，投诉无门，居民的苦楚无人理会。7月3日晚，愤怒终于爆发。一位业主在小区微信群里发了一条消息：今晚又停电了，孩子热得睡不着，物业电话没人接，我们不能再忍了。消息像火星，点燃了积压已久的怒火。很快，数百名业主聚集在小区门口，决定走上街头，向政府讨个说法。他们高举自制的标牌，上面写着“还我暖气，还我电费公平，物业黑心，政府无为”。有人用手机直播，有人喊着口号，队伍浩浩荡荡地走向三桥造河地铁站附近的路口。我站在人群中，看到一张张疲惫却愤怒的脸，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抱着孙子，颤巍巍地举着标牌；有年轻的母亲眼中含泪，诉说着孩子在停电夜里被热醒的哭声；还有中年男人攥紧拳头，咬牙切齿地咒骂物业的冷漠。这不是简单的维权，这是生存的呐喊，是对尊严的最后捍卫。队伍很快堵住了三桥造河地铁站附近的交通要道，车流停滞，喇叭声此起彼伏，路灯下的人群像一片沸腾的海洋。我挤在人群中，听到有人高喊：“我们要见领导，我们要解决问题。”标牌在夜色中摇晃，手机的闪光灯记录着这一切。起初，气氛只是紧张但有序。业主们用口号表达诉求，没有暴力，没有破坏，只希望有人能倾听他们的苦楚。然而，警察很快就来了，一队队防暴警察身着黑色制服，手持盾牌和警棍，列成一堵人墙，挡在人群前。他们的到来让气氛骤然紧张。有人喊：“我们只是维权，不是暴乱。”可警察不为所动，冷漠地命令人群散开。我看到一位中年妇女举着标牌试图上前理论，却被一名警察猛地推倒在地。她的头撞在路沿上，鲜血顺着额角流下，触目惊心。她挣扎着爬起来，哭喊着：“我们交了钱，为什么连电都没有？你们凭什么打人？”这一幕彻底点燃了人群的怒火。有人开始推搡警察，有人捡起地上的石头和水瓶扔向警队。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怒吼：“还我公道！警察打人了！”我站在不远处，心跳加速，喉咙像被什么堵住。那一刻，我既愤怒又无助，愤怒于警察的暴力，无助于体制的冷漠。冲突迅速升级，警察挥舞警棍，毫不留情地砸向人群。我亲眼看到一个年轻小伙被警棍打中后背，倒在地上，痛苦地蜷缩着身体。另一边，有人试图用手机拍摄，却被警察夺下手机，狠狠摔在地上。混乱中，我听到一位老人的声音，沙哑却坚定：“我们不怕，我们没做错什么。”他站在人群前，手里举着一块写着“人民需要尊严”的牌子，瘦弱的身躯在警棍的阴影下显得如此渺小却又伟大。
那一刻，我泪水模糊了视线。这不是简单的冲突，这是底层人民对不公的最后抗争，是对体制冷血的愤怒控诉。对峙持续了整整5个小时，从黄昏到凌晨。人群没有退缩，警察也没有撤退。更多的防暴警察被调来，警笛声刺耳地响彻夜空。地铁站附近的道路被彻底封锁，围观者越来越多，有人加入抗议，有人默默拍摄。社交媒体上，直播视频迅速传播，尽管很快被删除，但愤怒的火种已经点燃。我看到一位年轻的母亲抱着孩子站在人群边缘，泪流满面地对身边人说：“我们买房时花光了积蓄，以为能过上好日子，可现在连电都没有，孩子怎么活？”他的声音哽咽，却充满了不甘。另一边，一位中年男子拿着扩音器喊道：“我们不是暴徒，我们是业主，我们只想要个公道。”他的声音在夜空中回荡，引来一阵阵掌声和附和。凌晨1点左右，部分业主代表被带到附近街道办事处谈判。警察开始驱散人群，警棍和催泪瓦斯让空气中充满了刺鼻的味道。人群渐渐散去，但愤怒没有消散。那一夜的场景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脑海里，血迹斑斑的街道、破碎的标牌、被摔坏的手机，还有那一张张充满绝望却不屈的脸。这场冲突绝非偶然，它是长期积压的社会矛盾的火山口，是底层人民被逼到绝境的呐喊。每每景园的业主不是暴徒，他们是普通人，有的是下岗工人，有的是辛辛苦苦攒钱买房的年轻人，有的是为儿孙操劳一生的老人。他们买房是为了安居乐业，却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没有暖气、频繁停电的家里。这一切的根源是什么？是经济的崩塌。过去几年，中国的经济持续下行，企业倒闭，工厂裁员，外资撤离，普通人的生计岌岌可危。每每景园的业主中，不少人失去了稳定工作，只能靠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高昂的物业费、燃气费、电费成了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而物业和地方政府的推诿，让他们投诉无门，只能走上街头。更深层的问题是官僚主义的冷血。政府口口声声说为人民服务，可现实呢？小区3年不通天然气，居民却要缴纳费用；停电问题无人解决，物业却以技术原因为由搪塞。相关部门呢？他们忙着刷白墙、搞政绩工程，对老百姓的疾苦视而不见。维权业主被贴上扰乱社会秩序的标签，警察的警棍成了解决问题的唯一答案。这哪里是为人民服务？这分明是以人民为敌。全国范围内类似的事件层出不穷，从深圳的摊贩抗议到武汉的拆迁冲突，从成都的劳资纠纷到北京的环保抗议，底层人民的愤怒正在各地爆发。这些事件背后是一个共同的真相：这个体制早已背弃了他所宣称的人民当家作主。他用高楼大厦掩盖贫困，用维稳机器压制真相，用谎言粉饰太平。那一夜的冲突让我彻底看清了这个体制的本质。我们被教导，这是一个社会主义优越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可现实是什么？我们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无法保障。宪法上写着言论自由，可你敢在网上公开批评政府吗？你的帖子会被删，账号会被封，甚至半夜会有警察敲门。宪法上写着选举权，可你真正选过谁？市长、书记都是上面指派的，普通人连投票的机会都没有。这个体制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机器，而是一个奴役人民的庞大机器。它用摄像头监控你的每一步，用社会信用系统绑架你的生活，用维稳的名义剥夺你的声音。每每景园的业主只是这台机器下的无数螺丝钉之一。当你安分守己时，你是劳动力；当你发出质疑时，你就成了不稳定因素。我们被要求相信这是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可我看到的是无数家庭陷入贫困，是年轻人对未来的绝望，是老人对生活的无助。更可悲的是，这个体制还在用谎言麻醉人民。
官媒宣传共同富裕，可贫富差距却越拉越大。他们说和谐社会，可和谐是用警棍和催泪瓦斯砸出来的。他们告诉我们，抗议是寻衅滋事，维权是违法行为，可真正的违法者是谁？是那些漠视民生的官僚，是那些暴力执法的警察，是那些把人民当作棋子的高高在上的掌权者。那一夜的抗议虽然以人群散去告终，但愤怒并没有散去。它像一颗种子，埋在每个目击者的心中，随时可能发芽。我想起那位被推倒的妇女，额角的血迹和她护着孩子的眼神；我想起那位举着标牌的老人，瘦弱却不屈的身影；我想起那个被警棍打倒的年轻人，痛苦中仍喊着“我们要公道”。他们的勇气让我相信，沉默不是我们的宿命。我们不能再被谎言蒙蔽，不能再被恐惧绑架。每每警员的维权，只是无数抗争中的一幕。全国各地类似的呐喊此起彼伏。2025年初，陕西蒲城因学生死亡引发的抗议，数千人走上街头，面对警察的暴力毫不退缩。2022年的白纸运动，年轻人用空白的纸张表达对自由的渴望。这些抗争告诉我们，人民的力量从未消失，只是被压制得太久。改变不是奢望，而是生存的唯一出路。我们必须认清，这个体制的繁荣是虚假的，它的稳定是用暴力堆砌的。真正的自由不是被赐予的，而是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每每警员的业主没有武器，只有愤怒和尊严；他们没有退路，只有对公道的渴望。他们的抗争是对每一个普通人的启示。当你一无所有时，唯一能做的就是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7月3日的夜晚，我站在三桥皂河地铁站旁，看着人群渐渐散去，街道恢复了安静。但我知道，这安静是暂时的，是暴风雨前的寂静。每每警员的抗议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开始。它让我看到，普通人也有不屈的勇气，也能发出震耳欲聋的呐喊。我不再相信那些高高在上的口号，不再相信那些粉饰太平的谎言。我只相信那些在街头流泪流血的人们，他们的愤怒是真实的，他们的诉求是正当的。或许今天的我们还无法改变这个体制的冷酷，但每一次抗争，每一声呐喊，都是对奴役的否定，是对尊严的捍卫。我们不是机器上的螺丝钉，不是维稳对象的麻烦。我们是人，是有血有肉、有梦想、有尊严的人民。每每警员的这一夜，让我明白了，真正的希望不在掌权者的施舍，而在我们的觉醒与团结。让我们记住这一夜，记住那些流血的额角、破碎的标牌、坚定的呐喊。让我们站出来，用我们的声音撕破谎言的幕布，夺回属于我们的自由与尊严。